明明就是大雄未来的老婆，静香就和学霸混在一起，还让大雄吃他最爱的大嘴巴子。大雄立志要考上东大，让静香明白，现在的我你爱理不理，未来的我你高攀不起。放学路上，学霸和静香每多说一句话，跟在背后当电灯泡的大雄眉头就皱得更厉害一些。直到学霸走了，他才上前抱怨说，偶尔也注意一下我的感受好不？静香却只说了3个字，你管的还真宽。垂头丧气的大雄继续走着，见到带着一个护身符的蓝胖子，无视了他跑了过去，连蓝胖子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哪儿。突然间，蓝胖子来了个急刹车，在马路边捡到了1元钱，把他交到了警察叔叔手里边。原来这是多功能护身符让蓝胖子这么做的。接来护身符后，大雄根据他的指引回到了家，进门就闻到了一股臭味儿，再一看，竟然是妈妈没断开熨斗的电就出门了。这个败家老妈不是要烧家吧？老妈给了大雄1000元作为封口费，这波真是血赚不亏，反正烧焦的也不是大雄的裤子。大雄决定试一试交通安全功能，毕竟大雄可是平地摔10级选手，大雄想出门却很难走得动路。看来大雄已经倒霉到只有不出门才能保证交通安全了。大雄偏要逆天而行，强行从家里走了出去。走了一会儿，大雄的脚步突然变得轻松了，他还以为护身符放弃了，却被强行东张西望了一番后，举起手走了过去。刚走过路口，大雄又整个人贴墙站着，竟然只是为了躲避从另一条街开过去的车。随后一辆车向大雄缓慢驶来，大雄直接一个信仰之跃，骑在了一个秃顶大叔的头上，半天不下来。急得大叔觉得自己不再清白了，这护身符有点做过头了，大雄一把给扯了下来，直接被护身符教训。没到家休想摆脱我。回到家，大雄再也不想用交通安全的功能了，挂着猥琐的笑容，开启了恋爱运的按钮，准备用来泡妞。大雄在街上见到静香后，直挺挺栽进了出水沟里，把静香掉进去的钱包捡了出来。静香是高兴了，可大雄整个人脏得像块抹布，自己的钱包还掉了。果然舍不得钱包套不着妹，护身符再次发挥作用。大雄也看着自己向静香家的反方向跑去，径直冲进学霸家，把他的作业顺走了。这哪里是借，这就是明抢啊！接着大雄到了静香家，把学霸的作业给了正在为作业脑壳疼的静香。大雄回到家，屁股还没坐热乎，又被护身符拽了出去，跑到卫生间拿了肥皂就跑。一路上，大雄可以说是遭遇了9981难。先是不明缘由就被胖虎小夫打了一顿，又被儿童小3轮压到脚丫子，他捧着脚吱哇乱叫的时候一下没站稳，踩到路障，一屁股坐在了梆硬的木板上。路过的猛男往木板另一头一坐，直接送了大雄一张飞往静香家的免费机票。听到洗澡的静香正缺肥皂，大雄直接拿着肥皂出现，结果反手就被静香一记如来神掌，给大雄委屈坏了。受到蓝胖子的教育后，大雄决心用护身符监督自己学习，力图考上东大，让自己配得上静香。没想到到了晚饭时间，大雄怎么也离不开书桌。看来大雄不考上东大，护身符是不会放过他的。以大雄的智商来说，没准一辈子都要坐在书桌前了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大雄有可能考得上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考0分被表扬，惹胖虎没被打，说老师嘴碎竟成了难兄难弟。这次又是什么奇葩道具？陪胖虎打球就要有生死觉悟。岂料没穿胖子竟一击必杀，对胖虎按下杀手，打一下给颗枣。这么可爱的胖子君，还一口一个帅哥，人家好怕怕了。再撑起笑脸，胖虎再怒也不能打笑脸人。听着胖虎被叫成小胖，大雄2人都惊呆了，但胖虎都不介意，大雄又不能主动去送人头。岂料大雄球技过于离谱，眼看胖虎要重拳出击，大雄西贫东笑，却被锤成了吉娃娃。大雄的心情就像是9个压路机丢了一个，8个压路，这能怪谁？只怪大雄长了张人见人烦脸，烫伤的时候去搓澡，骨折的时候撑杆跳。大雄球猫的模样过于油腻，蓝胖子只好拿出恨不起来药，只要吃了它，就会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一片下肚。在蓝胖子眼中，大雄是这样的。这下大雄又要作死了，又是拔老虎的胡须，又是撑大嘴，可老鼠的攻击还是一波送走了蓝胖子。大雄刚潇洒的走下楼，就碰到老妈要变一拳超人。岂料大雄选择正面刚，来到客厅，眼看0分试卷又被发现，大雄只是轻轻一笑，老妈就露出慈母微笑，让大雄随意玩，畅快玩。大雄来到河边，就是一记陈年老脚，吃下药片，眼看胖虎的怒气实体化，大雄只是一个善意的擦擦，就化险为夷，一不做二不休，
在胖虎脸上玩起了涂鸦。如此天赐良机，小夫怎能袖手旁观？却被打得痛不胜愈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岂料老师不请自来，大雄想都没想，又是一片下口，就说老师的嘴像村口的老娘们儿。老师不仅不生气，还跟大雄称兄道弟，要多听取学生的意见。虎发人都看呆了，这等天赐良机，胖虎就想把数学课改成自己的演唱会，还用小拳拳捶老师胸口，结果可想而知。遇到高光时刻，大雄就飘了。听说胖虎面临生死危机，把蝌蚪装进了水壶，还被老妈一口闷了。胖虎生怕自己的命运也会如蝌蚪一般，大雄决定成为胖虎的工具人，替胖虎扛下所有的罪，就连小夫弄坏的模型、安雄偷吃的零食，大雄都一人扛下。神仙都没大雄灵。大雄潇洒地走出2步，就发现药片吃光了。回到家中，蓝胖子依然沉浸在老鼠的恐惧中无法自拔，大雄只好亲自动手丰衣足食，掏出一把一口闷了。可刚要出门，就遭到偷袭。女人的脾气，小孩子是真不懂。眼看老妈升级为女帝究极体，大雄只能逃。蓝胖子终于满血复活，可看着地上的药片，蓝胖子顿感脑仁疼。此时的大雄正被萝卜咸鱼大棒追赶，还好大雄走位风骚，可躲过了人类，却没能躲过宠物。喵星人抓完，狗子追，就连小孩子都对大雄举起小拳拳。逃出升天的大雄终于来到空地，可看着水中的倒影，大雄自己都觉得反胃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上一秒还和颜悦色，下一秒就全员恶人，就连媳妇儿都大喊你走开。此时的蓝胖子带来了爆炸性消息，原来大雄吞的是恐怖级别的惹人烦药片。本以为蓝胖子是来救场的，岂料药效过猛，蓝胖子也加入了敌方阵营。大雄吞了1板药片，效果会持续多久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如果媳妇儿跟老妈同时掉水里，小伙伴们会先救谁呢？评论区来走一波。又到了公布成绩的时候，大雄满脸严肃，难道是要厚积薄发了吗？难道试卷的那一刻，大雄笑了？原来大雄又打破了自己创造的记录。蓝胖子满心期待，可这刺眼的鸭蛋让蓝胖子说的不会话了。原来的大雄每5次考试就会有1次0分，但这次竟然10次才考出0分，进步成倍增长。大雄要跟老妈报喜，可考0分，这不是给老妈添堵吗？但蓝胖子还是要为这次0分来个庆祝。大雄都要等睡了，蓝胖子终于回来了，把蛤蜊香往地上一扔，就要请大雄吃去年刚出炉的铜锣烧。大雄都惊呆了，去年的铜锣烧，这不是明摆着害朕吗？可一口下肚真香，美食有了，现在就差点喝的了。大雄干完最后一口铜锣烧，来到院子，竟发现了蓝胖子的秘密。蓝胖子取出买好的蛤蜊香，这次竟是满箱的饮料，而且还是10年前的老款。原来蛤蜊香相当于时间胶囊，可以阻止时间的运动，所以会一直保持新鲜，而且不占空间，相当方便。大雄眯起大眼睛，就要把道具用出新花样，0分试卷往里一放，再也不怕秘密暴露被老妈打屁股了。此时老妈一声叹息，就算意志力再强的女人，也扛不住双12折上折的力度，一下子就成了剁手党。大雄化身大孝子，要帮老妈出谋划策，这个放里那个放里，通通都放里。接着大手一挥，蛤蜊香就找到了安家之所，甚至连私房钱都可以藏哟。大雄手捧蛤蜊香就要造福人类，岂料媳妇儿做人坦荡荡，没有什么小秘密。可大雄刚要走，静香却又有了，这是跟学霸的交换日记，如果藏起来，就不会被东亚醋王大雄发现了。静香终于可以放心了。至于小夫这里嘛，那可是个大工程，毕竟小夫穷的也只有钱了。这满满的金钱味的玩具，竟足足装满了5个蛤蜊香，随手一扔就能简单藏好，可隔香诱饵。小夫藏宝的样子被胖虎一览无遗，小夫也不是抠门之人，用巨量美食作为回报。大雄吃得正香，胖虎已杀到，眼看暴力强拆不管用，胖虎随手一扔，竟歪打正着。但胖虎要的可不仅于此。窗外异响震天，小夫开窗一看，就看到胖虎满载而归。小夫想死的心都有了，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胖虎带足装备再次杀回，道具在手，玩具手到擒来。可周围的土地动了，上万只螃蟹高举钳子，摩前霍霍向胖虎。胖虎疼得一跳40米，可螃蟹臂力惊人，胖虎嗷的一嗓子，连宝物都不要了。原来这是守卫蟹，会攻击一切夺宝之人。岂料大雄一个手欠，
就成了下一个胖虎。老妈当了一天的主妇，现在又要去当主妇，可肉还放在蛤蜊箱里，但蛤蜊箱一开，老妈惊呆了。大熊吊着最后一口气回到家，却不见老妈的身影，厨房里没有，卧室里没有，哪里都没有。大熊膀胱一扫，竟发现自己的0分试卷掉落在地。社畜老爸回到家，只求吃上一口热饭，但老妈不在家呀。可角落的拖鞋让蓝胖子预感到了危险。八卦人八卦魂，老妈打开的蛤蜊箱果然是大熊的宝藏，大熊都惊呆了。老妈气得一个狡猾，竟给自己来了个土葬。知道了真相，蓝胖子决定挖坑救人，可大熊不乐意了，就说老妈自己死，不是老妈，老妈挂。如果2个只能活1个，大熊会救谁呢？